为什么单身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现在婚姻恋爱的门槛越来越高？想知道背后的原因吗？为什么人们始终找不到合适自己的那位？真相究竟是什么？先记住婚姻3表的口诀：资产负债表定过去，现金流量表定现在，收入利润表定未来。大家觉得结婚一定要有钱吗？婚姻的底层逻辑是一门事业，是人生的一场重大资产重组。前期的恋爱阶段属于天使轮投资，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画饼讲故事，能不能成功走到下个阶段要看双方的努力程度。中期的婚姻阶段，领证戴戒指相当于成功 IPO， 两个人努力有成果被认可，双方家庭能接受，皆大欢喜。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为什么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过去，婚姻被视为一种必然的人生选择，但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他们更愿意追求事业，发展个人兴趣，而不是匆忙步入婚姻的殿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压力和快节奏也为婚姻带来了挑战，人们面临着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社交压力，这使得他们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让人们更容易陷入虚拟世界，导致面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婚姻的门槛越来越高，也是导致单身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现代社会对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经济稳定、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等，这使得很多人在寻找合适的伴侣时感到困惑和无力。他们害怕选择错误，害怕婚姻带来的责任和压力，因此选择了单身。总的来说，单身人数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观念的变化、现代生活的压力以及婚姻门槛的提高等。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所以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论是选择结婚还是选择单身。在婚姻中，后期经营阶段被认为是最难也是最日常的部分。大部分家庭和大部分公司一样，平平无奇地走完一生。然而，也有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家庭能够成为伟大的存在，历久弥香。这些家庭不仅在经营婚姻方面表现出色，还在生活中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特质，如互相支持、信任和尊重。他们能够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并共同努力克服，使婚姻更加牢固和幸福。然而，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经营出错的家庭往往是某一方掏空家庭，最终导致曲终人散、另起炉灶，走向离婚。这种情况类似于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退市，生意终结。这些家庭可能在婚姻中出现了沟通不畅、信任缺失、责任分担不均等问题，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因此，婚姻中的后期经营阶段对于维持婚姻的稳定和幸福至关重要。那么，在婚姻的早期、中期和后期阶段，普通人应该如何经营和面对这个事业呢？首先，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感情需求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建立感情表，夫妻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情感需求和关系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对方的需求，增进感情的亲密度。其次，改善沟通方式和解决冲突也是婚姻经营中的关键。通过建立沟通表，夫妻双方可以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增强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从而解决问题和冲突。最后，共同制定和追求婚姻的目标和愿景是婚姻经营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建立目标表，夫妻双方可以共同制定婚姻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增强夫妻间的凝聚力和共同价值观。婚姻的后期经营阶段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经营，夫妻可以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夫妻双方应该相互支持、理解和包容，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增进感情。同时，夫妻双方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和成长，以适应婚姻中的变化和挑战。只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和坚持经营，才能让婚姻持久并达到幸福的状态。恋爱是个很有难度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谈恋爱就像划船，是很开心的一种娱乐，风平浪静，花好月圆。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爬山，就是两个人在攀登，一起打造一种新的生活。谈恋爱要找有难度的事情，两个人一起去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积蓄能量，也能积蓄互相的承担。决定一场事业，一次投资成不成功的关键，一定不是虚无缥缈的感觉，而是实实在在的研究，像研究公司一样，研究一个人的3张报表：资产负债表、收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来分析判断这一次恋爱、这场婚姻的经营状况。首先，什么是资产负债表？表格左边是资产，右边叫负债。比如你有一套300万的房子是资产，房贷200万是负债，那么作为个人就有100万的身家。但大部分年轻人缺的就是这份资产。资产负债表一般跟什么关系大呢？跟家庭背景关系很大。对于99%的年轻人来说，踏入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几乎都是一样的，从零开始。但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另一种马。我们看到成功站上风口的，往往父母已经替他完成原始积累。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口中的有房有车。其次，什么是收入利润表呢？白话就是这个人，他挣钱的能力和挣钱的加速度怎么样。有些人可能1年挣12万，但是保持了很多年，属于挣钱能力不错，但没加速度。有些人可能1年挣10万，但过去3年每年都涨2万，这种就比较厉害，属于加速度很强。在投资圈里，资金喜欢第二种的更多，想象空间更大。收入利润表跟个体的能力关系很大，学历、技能、身体素质、所在地域等等，只要在某个维度上做到拔尖，类似于某个细分行业里的冠军小企业，那么这种利润表就很有潜力，值得重视。还有少部分人1年100-200万的，这种一般估值就很贵了。法拉利人人都喜欢，但买得起开不起养不起，法拉利并不适合每一个人。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很重要，就和上市公司财报一样。很多人的收入利润表不一定是真的，比如做生意，1年收入300-400万，最后收回来的账可能只有30万。有一些人1年收入20万，结果算上房租有50-60万。现金流量的质量很重要。再比如资产负债表，有时候也靠不住。300万的房子，它可以跌到200万呀，资产一下子归零了；跌到150万，资不抵债了。但是现金流量表是最真实的。在婚姻的早期、中期和后期阶段，了解并经营彼此的婚姻关系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使用资产负债表、收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来评估和了解对方的情况是十分有帮助的。通过这3张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包括他们的财务状况、收入来源、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竞争力和潜力。首先，资产负债表可以告诉你对方的财务状况和净资产。通过观察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可以了解对方的财务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例如，一个拥有大量资产但负债较高的人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而一个净资产较高的人可能更具有财务安全感。此外，资产负债表也可以反映出对方的消费观念和理财能力。其次，收入利润表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方的收入来源和赚钱能力。通过观察收入的稳定性和增长趋势，可以判断对方的职业发展和潜力。如果对方的收入能够持续增长，那么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和能力。另外，收入利润表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方的职业选择和行业情况，从而更好地判断对方与你的匹配度。最后，现金流量表可以告诉你对方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通过观察现金流量的质量和稳定性，可以了解对方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能力。一个良好的现金流量表意味着对方有良好的消费规划和理财能力，而一个不稳定的现金流量表可能意味着对方的消费习惯不合理或者理财能力较差。通过3表了解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和能力，可以帮助你更全面地评估对方的优势和劣势。然而，
除了三表之外，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品质也非常重要，例如个人的内在气质、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文化等。因此，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仅要关注三表，还要综合考虑这些无法量化的品质，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在婚姻中，三表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的情况，并进行合理的决策。通过排除风险和地雷，我们可以避免与不适合的对象交往。同时，通过了解对方的职业、圈子、年龄、健康状况、户籍学历和婚恋史等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对方与自己的匹配度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在婚恋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决定了三表的走势？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宏观的秘密是，工作时长决定了婚姻和恋爱的成本不断提高。很多父母不在孩子身边，无法陪伴他们的成长。很多人为了工作、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时长的增加是造成婚恋成本提高的原因之一。每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收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都是不同的，这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在婚姻的早期、中期和后期阶段，了解并经营彼此的婚姻关系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使用资产负债表、收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来评估和了解对方的情况是十分有帮助的。通过这三张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包括他们的财务状况、收入来源、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竞争力和潜力。首先，资产负债表可以告诉你对方的财务状况和净资产。通过观察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可以了解对方的财务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例如，一个拥有大量资产但负债较高的人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而一个净资产较高的人可能更具有财务安全感。此外，资产负债表也可以反映出对方的消费观念和理财能力。其次，收入利润表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方的收入来源和赚钱能力。通过观察收入的稳定性和增长趋势，可以判断对方的职业发展和潜力。如果对方的收入能够持续增长，那么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和能力。另外，收入利润表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方的职业选择和行业情况，从而更好地判断对方与你的匹配度。最后，现金流量表可以告诉你对方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通过观察现金流量的质量和稳定性，可以了解对方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能力。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少有时间去邀请对方去一次不远的地方，踏青远足，去了解彼此。如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投入恋爱和婚姻，自然就不会有成功的婚姻 IPO， 也就无法有新的资产孩子出现在世界上。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在监管和法律层面上对工作时长进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加班费用支出的严格把关，资本家只有在免费让人加班的时候才会肆无忌惮。如果像对待节假日一样，加班付3倍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将面临巨额罚款及监禁，那么大部分普通人就有机会腾出时间去吃喝玩乐谈恋爱了。另一个宏观问题是教育制度和选拔机制对于婚姻的影响。过去20年，中国大学生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一路上扬，近10年都处于53%的水平。这意味着每年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要多6个百分点。如果按每年1500万大学生计算，这个差异就是80万。女大学生比同龄男大学生多出近1000万的情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男性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扮演着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因此很多女性在寻找合适的对象时，往往会考虑对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如果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利润表低于自己的男孩子结合，往往这个男孩子要么拥有出色的资产负债表，要么拥有出色的品质。然而，家底雄厚的男孩数量有限，这就导致了很多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教育制度和选拔机制造成的。过去20年的游戏规则是比较透明的，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优势，而男性在中学教育阶段则面临着竞争的压力。
这导致了一部分男性在中学教育阶段就过早地进入社会，从事一些收入不高或较辛苦的工作，得不到社会提供的评价和尊重。这些因素在3张表中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婚姻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教育制度和选拔机制上进行改革，应该给予男性更多的机会去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教育中注重培养男性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提高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也要鼓励女性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家庭角色。总的来说，在选择伴侣和经营婚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的3表情况，同时也要关注宏观问题对婚姻的影响。只有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创造出更美好、更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一般来说，男大女小的习俗依然隐隐存在，这意味着女性不只要和自己的同龄人 PK， 还要和比自己小的同样出色的女性 PK。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供过于求，那么市场就会失衡。一方面是女性找不到对象，另一方面是媒体报道的农村有几千万的光棍。这2个群体能互相匹配吗？我悲观地觉得恐怕是很难的。即使女孩子愿意，女孩子的父母愿意吗？所以这根本不是哪个男孩或者哪个女孩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像股市就像球场一样，如果社会没有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那么内部的气氛和未来的希望肯定是越来越脆弱的，最终会导致生态不可持续，年轻人不跟你玩了。了解完婚姻3表，了解完问题所在历史，还想和大家聊聊普通人的策略。春节期间肯定有不少小伙伴面临这种烦恼和苦恼，如何找到合适自己的合伙人？大家如果带着投资的心态，可能会更容易看到本质的真相。先排除偶遇人生真爱这种小概率事件，考虑正常的社交活动。不管是相亲前的同学，或者网络上的陌生人，某场活动的参与者，我们要首先明确第一点，就是有没有创业的想法，就是想不想谈恋爱。创业为了名和利，挣钱当 CEO， 走上人生巅峰，尽社会责任。恋爱追求的也很简单，挣钱就是让生活过得更舒服更快乐，当 CEO 就是有人尊重有人在乎，走上人生巅峰就是尽量向 IPO 向婚姻靠拢，社会责任就是婚后的履约经营。第2点，创业的想法有了，谁做自己的天使投资人？单身的情况分2种，一种是没有人投资自己，另一种是有人投资但自己看不上。先说第一种，马化腾当初拿着 QQ 卖身的时候，运营商不要他，搜狐不要他，李嘉诚儿子不要他，最后是被有眼光的南非人看中，才成为中国企业的扛把子。所以如果 A、B、C 3个人都看不上咱们，不一定是想法不对，也可能是投资人走眼。坚持，持之以恒，天命往往在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毕竟马化腾做梦也想不到一家南非报纸能助力自己成功。另一种情况是看不上已有的投资人，这里就要衡量一下市场情况怎么样，资本寒冬还是狂热，有没有人会给自己更高的估值。比如在全球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以前100亿愿意卖自己的公司，往往70-80亿也可以谈谈了。那么如果屏幕前的各位需要一笔投资的建议，把自己的估值可以降低一下，促成合作。如果各位现金流很好，一点也不害怕行情下行的，那可以再继续等。第3点，怎么从创业走向 IPO？ 我们常常说恋爱容易，结婚难，还有就是恋爱脑比较多。恋爱脑是什么？就是不看3张报表，不看公司信息，啥也不看就买股票了，这样很容易吃亏。口头禅往往是要的就是一种感觉，可以，但感觉也是有成本的，也是需要买单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愿意买单，买单次数多了，就想起来了冤大头滋味不好受啊。如果省着这些时间、金钱、精力，干啥不好呢？就算大部分人不能改变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还是可以通过办法去提高收入、利润表现、现金流量表。世界那么大，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不创业不谈恋爱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但是我建议，如果创业就要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算笔账。毕竟创业都想 IPO， 恋爱都想去殿堂，外表容易造成高估值的泡沫，家产通常是一种表外的权益。怎么样把2个人的小公司经营得合理、体贴妥当，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慧根、耐心和投入，爱情的事业才会丰收，结出硕果。当然 IPO 不是终点，仅仅是起点。我身边有太多的案例，觉得 IPO 了，结婚了就是终点，洒脱了无敌了，不走心了。什么节日、生日纪念日，什么礼物、沟通、小情绪都不重要了。这类公司往往容易破产，走向倒闭。休了公司就是2个人的了，你付出100分，只能获得50%的收益。有时候会觉得亏，但要记得，也许躺着休息的时候，另一位股东也在给你挣钱、攒钱呢。从前期创业到中期婚姻，普通人的策略就是想通、想透、想明白。人生短短3万天，留给我们积累和享受的时间其实都很短暂。轻轻松松是一种人生，创造伟大也是一种人生。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3张表里留下的岁月痕迹和蛛丝马迹，有没有来过人间的记号？有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有没有扪心自问的自爱？从恋爱到婚姻是一种攀登，想要寻找一生的股东，创造一种全新的、更好的生活。我希望看视频的你，在创业 IPO 的路上都能狂奔，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享受过人生不一样的精彩。这是普通人都能挑战的命运，也是所有人都曾期待的未来。我们渴望爱，也需要爱。婚姻3表与你同在。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